夜晚打游戏时遇到一个女辅助，为了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竟把不到1岁的小孩放炉子上，结果因为打游戏忘记时间，孩子被煮熟了。射手私信我说打野有问题，他找上我们，还像是预先知道我们住哪里一样。你信不信待会提出什么办法的也会是他？他这句话才刚发出来，我就看到群里打野果然在出主意了。各位，我倒是有个好办法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听看？跟射手猜的一模一样。射手假装配合的在群里回应道：你说什么办法？如果那个公主真是鬼的话，那她更能找到我们了。我们总不能等着她找上门来。我想，要不我们上门去找她吧，给她祭拜一下，让她放过我们。看到她这么离谱的提议，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射手也给我发来私信说道：你看，他果然提出这种馊主意了是吧？我回复道：的确是，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呀？我们去群里聊，把他的真实意图给套出来，说不定那个什么公主跟他是同伙呢。我马上切回了群聊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之前脾气不好的法师居然赞成了打野的说法，去倒是没问题。那你知道那个煮死小孩的女人她住哪里吗？打野回答说，这不是有新闻吗？我可以找人打听打听。果然事情似乎要按着打野的想法去发展了。而此时射手开口插了一句话：你不用找人打听了，我知道他住哪个单元哪号房。此话一出，我连忙私信问射手：你真的知道那个公主住在哪里？射手没好气地回我待会发我的住址门牌号不就行了？我就看看打野会有什么反应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组织你们找过来啊。原来如此，群里打野在追问射手：你知道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射手继续编造事实解释道：因为我之前关注过这个新闻，而且我认识她老公。你们确定要去吗？要去的话我就发地址。本来我还以为这些话能唬到打野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打野却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那还用说，赶紧发出来。射手倒是行云流水的把地址打了出来，然后还挑衅般说道：就是这里了，怎样？现在一起过去，在门口集中。我更懵了，按这个情节，我们是要到射手家里去聚一趟的感觉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不多话的法师却突然开口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们？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这句话更是把我弄迷惑了。而说出这句话的同时，法师居然发出了他跟射手的私聊截图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他俩聊天的内容几乎与我的聊天一样，也是怀疑打野，也是说要把自己的地址发到群聊里。最要命的是，法师还补上一句话：这就是煮死孩子那个女人的地址啊！我惊呆了。想不到这个射手一面私下挑起我们对打野的怀疑，一面做着引诱我们去那个女人家这种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女人的地址？在拆穿他之后，法师继续追问道：你还骗大家说是你自己的地址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受到质问之后，射手却仍然理直气壮地解释：我并没有什么企图，相信我，我是被逼无奈才这样骗你们的。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们能懂吗？我忍不住打字质问道：我不懂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不是你用什么方法把我们匹配到同一局游戏的？射手又解释说：我都说了自己是被逼无奈的了，还不懂吗？我是受到威胁了呀。至于我们是怎么排到同一局游戏的，我确实不知道原因，也不是我做的。但你们真的都跟那个女人毫无关系吗？射手艾特了法师，问道：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发出来的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女人的地址呢？法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没错，我当然知道那个地址了，难道就不能是我之前看到新闻好奇打听的吗？就因为知道，所以才不可能大夜晚的跑那里去。那一刻我又有点懵了，这两人仿佛知道很多内情，但他们却不愿意坦白说出来，只是互相打哑谜。射手又补充反问了一句：如果你们都认为自己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随时都可以退出这个群。我终于忍不住连续发了好几句争辩道：这不还是被刚刚游戏中那个女人给吓到了吗？我也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！你们要是知道实情就直说呀，藏着掖着干嘛？今晚游戏里的女人到底是不是7天前煮熟自己孩子，然后被老公砍死的那个女人？没想到射手却异常冷静地回答了我一个字：是。我头皮都发麻了。然后他又继续对我跟打野发出灵魂质问：上单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女人的事，你能在几分钟内搜出关于她的完整新闻报道？还有打野你要是没一点问题，你会一开始就组织大家要去那个女人家里？看到第一句我正要辩解，可是看到第二句我却沉默了，因为可能群里的每个人都有问题。